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超级重要的概念，叫做 AI 主权。听起来好像很硬，对不对？但它其实跟你我的数据、隐私，甚至是我们整个数位未来都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想要搞懂 AI 主权，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超棒。它就好像你手上握有自己房子的钥匙。你想想看哦，你是想要一辈子租房子，什么都要看房东脸色，还是想要拥有自己的家，所有事情都自己说了算？在数位的世界里，这就是 AI 主权最重要的精神。所以啦，这就带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喽。在数位世界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种居住正义啊？你想想，你每天滑手机、用电脑，但你用的这些数位空间，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比较正式的定义。所谓的 AI 主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一间公司，甚至是我们个人，有能力独立的去开发、部署，还有治理自己的 AI。你注意看哦，关键字就是独立跟掌控。意思就是你不用完全依赖国外的那些科技巨头，也不用担心人家哪天心情不好就把你的服务给关了。哇，你看这个比喻真的超贴切的耶！没有主权，就好像你每天都在叫外送。是啦，很方便，可是哦，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厨房干不干净啊，这就是资料隐私的问题嘛。而且万一那个平台说涨价就涨价，甚至倒了，你就没东西吃啦。但反过来，如果你有主权，那就等于你家里就有一个超棒的厨房，你想用什么食材自己挑，资料安全就有保障。今天想煮台菜，明天想煮客家菜，完全随你高兴，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适应性。更重要的是什么？家里有厨房，就永远不怕饿肚子，这就是韧性。那你可能会想 ，AI 主权听起来好像都是国家等级的大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可大啦。事实上这个概念可以分成3个层次，从国家一路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没错，就是这3个层级：国家、企业，还有你跟我个人。你真的没听错，就连我们自己都可以拥有自己的 AI 主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当然是国家层级，这直接关系到国防、金融、医疗这些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安不安全。你想一下，如果哪天地缘政治的冲突变得很紧张，我们的 AI 系统会不会突然被国外切断？这就是为什么国家需要主权。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个真正听得懂台湾人讲话习惯、了解在地文化的台版 AI 模型，而不是只能靠一个讲北京话或美式英文的模型？这就是国家主权很具体的展现。再来，我们看看企业层级。对一间公司来说 ，AI 主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护公司的商业机密和智慧财产权。你想嘛，像一间银行，它怎么可能把所有客户最敏感的资料全部丢到外面的公有云去训练模型，对不对？所以很多企业会选择自己盖私有的 AI 云，或者直接在公司的伺服器上跑模型，这样才能确保所有宝贵的资料都好好的锁在公司里面。最后这个我觉得最酷，是个人层级。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主权。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叫做主权代理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像一个超级聪明又100%忠诚的私人管家。重点是，他只住在你的电脑里，绝对不会乱跑。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帮你整理那些最私密的 email、你的财务状况，但所有的资料通通都留在你自己的电脑里，完全不会上传。哇，这就是真正属于你个人的数位主权。好了，到这里我们大概了解了什么是主权，也知道它有国家、企业和个人这3个层级。但最根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非要它不可？手上握有自己房子的钥匙，到底可以带来哪些租房子得不到的好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控制权跟选择权。第一，资料的控制权，你可以自己决定资料要放哪里，谁可以看到，就不用担心像美国那个云端法案一样，让国外政府一道命令就可以看你的机密资料。第二，文化的保存，你可以训练出一个真正了解自己文化的 AI， 就像阿拉伯国家他们开发 JACE 模型来保护阿拉伯语一样，而不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只会跟一个讲美式英文的 AI 聊天。第三点，也是最硬的，就是韧性。
我是说万一哦，哪天国际情势真的很紧张，海底电缆断了，你的 AI 系统还是可以自己运作，整个社会不会因此停摆。而且啊，AI 主权不只是一面盾牌，它同时也是一把很锋利的剑。它不只能用来保护你已经有的东西，还可以让你主动出击，去创造新的价值。这个防御跟进攻的双重特性，非常值得我们来聊一聊。没错，防御就是守好你现在的资产，而进攻呢，就是去创造未来的价值。好，我们来看看这在实际操作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讲防御，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保护你的智慧财产，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想想，当你用外面的 AI 服务时，你其实是在拿自己公司最宝贵的资料去帮别人训练模型，这不就等于是你的数位资产正一点一滴滴的被人家吸走吗？有了主权 AI， 你才能确保你的资料是拿来喂养自己的模型，让它变聪明。当然了，同时也能确保你符合像 GDPR 这种严格的法规，才不会被罚一大笔钱。那进攻这边呢，哇，那个潜力就更大了。有了主权平台，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安全的资料共享环境，让整个产业链一起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数据变现。比方说，制造业可以很安全的分享供应链的数据，一起打造出效率更高的智慧工厂生态系。而对国家来说，投资盖自己的算力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带动整个产业升级，变成现代经济的基础建设。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对于 AI 主权的整个轮廓应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看看它在这个数位时代最终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AI 主权，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技术名词，它更是一种权利。它是在保护你自己、你的公司或是你的国家那个独一无二的数位大脑跟数位记忆。说到底，它的核心精神就是确保没有人可以掐着你的脖子，让你动弹不得。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那个比喻，你的数位未来就像是一栋房子，那么那一把可以打开所有门的钥匙，现在到底是握在谁的手上呢？我想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